你想知道移民1年后的生活感受吗？今天将会分享我们移民生活经验，从与当地人的互动到外国生活方式的体验，甚至如何面对语言障碍，都会给你一一交代。在最后还会讨论移民最沉重的代价是什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现在就用问答形式来进行移民厄瓜多的经验分享吧。移民厄瓜多生活1年后，对当地人有什么感受呢？哎呀，来到厄瓜多昆卡这1年，我真的感受到友善热情是什么感觉呢？平常在街上走走，眼神对上就会 Hola 一声问候，然后问你是不是会讲西语或者英语，不管如何，他们都会开始跟你聊天呢。还有经常被问是不是日本来，也许我们这种面孔在这里很新鲜，也许是厄瓜多也有很多日本人吧。是啊，还有就是经常被邀请合影，一开始还以为说帮忙拍照呢，后来才发现人家想要和我们一起留个影啊，哎呦，突然就有种红毯明星 feel 呢。对啊，一开始还不太习惯，以为是要来骗钱或者搞小动作，后来才发现人家就是想单纯的跟你互动一下。现在已经习惯了，有空就随便聊2句，没空就说声 Hola 就好 ，Take it easy 了。是啊 ，Take it easy 真的是很好的形容这里的慢生活，在这里生活都是慢悠悠的节奏，不像我们以前在香港、广州那么忙碌，在那里走路都是飞快的，人人都是神色匆匆的样子。他们懂得享受生活，不会只懂加班工作。在这里跟朋友见面聊个10分钟，或者在咖啡店一坐就是1-2个小时，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而且见面也不会一直玩手机，很重视面前的人，这种感觉真的很温暖。周末更是慢生活的代表，周5下午就提前进入假期模式，周末双休日放假就是放假，真的很放松。如果遇上节日更是不得了，肯定是大肆庆祝一番。还有厄瓜多很重视家庭活动，周末都会跟家人一起度过，这样的家庭观念真的很让人感动。经常在街上、公园、商场会见到一家人牵着手逛街。为什么我会知道是一家人呢？因为看样子就知道了，简直是一个模板印出来的感觉啊！对呀，他们的基因真的很强大，样子都很相似。还有在昆卡这里，社区意识比较浓厚，街坊邻里之间会有互相帮助的意识，真的可以用一方有难8方支援来形容。除了日常维持治安秩序之外，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懂或者疑问，问一下邻居，总是会得到答案。这种温暖和富有人情味的感觉，我以为已经消失，想不到在厄瓜多可以重遇，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地方，让我觉得好幸运啊！对外国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感受呢？能够融入当地生活吗？讲真的，刚刚也讲过，厄瓜多这边不管工作还是生活，都是慢生活节奏，工作上一点都不急，就算出点小错也是无所谓了，从头改正一下就好，千万不要觉得是故意了，那是粗心大意啊。我觉得最能体验这种态度，就是去超市买东西排队结账的时候，真的每个人的耐心都像无限的，等10分钟、15分钟都可以，要是遇上电脑故障，等上半个小时也感觉无所谓，我可是急死了。嘿嘿，别急，习惯就好。在生活方面，大家都很会享受当下，不管是户外活动、郊外野餐，还是晒太阳、遛狗，还有喂鸽子，都有不少爱好者哦。对呀，我就是因为平常去公园散步，认识了一位喂鸽子的叔叔，他住在公园附近。有一次我在公园散步时遇到他也在喂鸽子，聊了几句就成了朋友。他说来公园就是交朋友的，连这些鸽子也是他的朋友哦。大家一起开心玩玩，他还送我一些水果，真是热情啊。之后每次去公园散步，我都期待能碰到他，一起聊聊天，还学会跟鸽子沟通呢，哈哈！都可以跟鸽子交朋友了，看来也是多元文化的体现哦。毫无疑问，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西班牙文化、拉丁文化、
原住民文化的互相交融。不管是建筑风格、街头音乐，还是节日庆典，都充满了丰富的特色。我们经常参与各种传统嘉年华、音乐会、艺术节，每次都玩得超级开心。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教堂里弹木吉他音乐会，原声吉他的音符在教堂里回荡，感觉特别美妙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教堂的气氛让音乐更好听呢？还有厄瓜多的自然景色也太美了，这里有好多绝美的自然景点，方便又容易到达。我们经常跟朋友一起去徒步登山，跟大自然亲近一下。是啊，一整天都享受着清新空气和绿意盎然的环境，压力一扫而空。而且徒步路线各种难度都有，根据个人体力选择就好了。在昆卡就不能不提 Gahas 国家公园，这可是户外徒步的天堂啊！离市区不远，开车半小时就到，就是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，那里有200多个小湖泊。没错，景色美得不像话，你一定要亲身体验才能相信。总之，厄瓜多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慢慢来，慢慢享受，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哦。至于能够融入当地生活吗？这个问题，我估计是说要成为当地人的意思吧。但我觉得这个是假命题了。老实说，大家都已经做了几十年人，想要改变一个习惯都很难，更何况移民之后要变成一个当地人呢？所以你原本是怎么生活，移民之后大概也是那样生活。回忆一下原本在原居地是如何生活呢？不外乎周末去外边的餐厅吃吃饭，看看电影，逛逛新开的商场，超市买菜，煮煮饭，然后坐公交通勤，工作闲来时间上网看看影片。或许再文青一点的活动，可以去艺术馆看看展览，听听音乐会，陶冶性情，就是这样子了。对呀，不需要刻意找什么方法融入一个社会，就是自然而然的好好生活，参与公开活动，尝试交当地朋友，就已经很融入咯。或许可以这样说吧，千万不要把原居地的那一套所谓规则带到来移民之后的社会，就按照当地人的惯例来好好生活吧，这样就是我理解的融入当地。对，不要想太多过分解读哦。那有没有遇到语言障碍呢？如果说没有，那是在骗人啊。初到厄瓜多的时候，西班牙语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啊，因为会讲英文的人不多，而当时我的西语超烂，所以连日常小事都变成了考验。对呀，有时候想表达一些事情，对方一脸茫然，他们想向我解释，我也是懵懵懂懂的，这种尴尬的场面可是经历过不少，现在好一点了。经过1年的学习，虽然还谈不上流利，但至少可以应付简单的交流、购物、搭车等等。对啊，别太担心了。虽然语言障碍时有发生，但这里的人都有一种超强耐心的特质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基多机场那个海关人员，他应该是第一个和我面对面谈话的厄瓜多人吧？第一个应该是领事馆的大使吧？哦，对了，那就算第2个。我们交谈的方式就是他用烂到爆的英语提问，我就用烂到爆的西语回答，结果过了5分钟还是一头雾水。于是他示意我过去看看他的电脑荧幕，我那时真是瞠目结舌，哇，原来是 Google 翻译，哈哈哈，这真的是太有趣了。后来有了 Google 大神的帮助，我们终于能开始聊天。当然，标准的入境问题会必问，像是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从哪里来啊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哈哈哈，这可是人生3大哲学问题啊！你从哪里来？你要去哪里？你是谁？哦，对对对，还问我来厄瓜多干什么，还关心我带够钱没有，坐长途飞机舒不舒服。聊了好一阵子，才想起来问我签证的事情。哎呀，这是哪个领事馆签的？好像我也去过那样子。这是在通关检查，还是在聊天大会啊？所以我才这么难忘嘛。无论后面排队有多长，他该问的一定会问到，不该问的也顺便聊上几句。慢生活的态度加上超强耐心的表现，就是这样子了。
相比之前生活的地方，觉得在厄瓜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哦，对呀，在厄瓜多生活和以前可是截然不同啊，特别是对待时间的态度。在这里，时间仿佛是一条弹性超强的橡皮筋，你想怎样拉都行。什么意思呢？约好朋友2点见面，嘿，那可能3点才露面，也可能根本不会来。假如有天看到街上行人匆匆，神情与别不同的话，那肯定是有大件事发生了。是啊，就像年初那次紧急状态黑帮酸战事件，看到街上人们都像开赛车一样往家冲，连不看新闻的人都感觉到不对劲，真是头一次看到当地人那么紧张。可是平常时候，大家都是悠闲自在，更注重当下的感觉。对比以前我追求高效率的生活方式，这里的时间观念真是不一样。一开始我真的是有点难以接受，但住了1年后，也开始慢慢学会放松，不再那么计较小事，而是更享受当下。毕竟人生那么短暂，为了那些不值得的事情烦恼，真是浪费时间啊。还有很多不同之处，例如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，详细的我们在之前的影片都有分享过。但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在厄瓜多，我发现大部分人都很友善，而且愿意倾听、相信对方，就算有些话不太理解，也愿意开放交流，不会让人觉得冷冰冰。是啊，这里的人很容易相处。我在附近散步时，经常会碰到一些熟面孔，聊2句也觉得很自然，有时候甚至因此认识几个当地人，感觉缘分啊。以前在路上遇到陌生人，肯定是想着是不是来推销保险，还是卖什么保健品啊？怎么可能会有信任？绝对是这样子的，这种信任感真是不容易建立啊。在这1年的移民生活，有没有遇到过歧视呢？到目前为止没有碰上，或者说或许有些人心里头会有想法，但是我还真是没有感受到呢。KK 你呢，有什么补充吗？我想想，好像有遇到过半次啊。半次什么意思？就是在马德里机场转机的时候，那边的工作人员在检查我的证件和机票的时候，看到我是飞往厄瓜多，然后就问我厄瓜多，我当然回答是。结果他把东西还给我的时候，冷笑了一下。哦，就是这半次。我真的超想问他，究竟这声冷笑是什么意思？可能他觉得你去厄瓜多不只是旅行那么简单吧。那当然啦，我可是移民去厄瓜多，不是旅行啊。也许他在心想，那么冷门的国家也有人移民。下次遇到他，我一定要问问。对啊，那我们就计划一下什么时候去西班牙，好好拜访一下这位有趣的大哥哦。对呀，下个问题吧。移民最沉重的代价是什么呢？也许对我来说，移民的代价就是要放弃这些年已经建立好的一切，尤其是工作结构。作为一个自由工作者，我的工作环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好。办公座椅的高度、工具的配置，都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调整到刚刚好。还有那些合作多年的伙伴，我们之间已经培养出相当高的默契。但是，一旦我选择移民，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。对，我也有同感，人走茶凉啊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对我来讲，最沉重的代价就是放弃多年累积的行业经验和技能。当然，我也希望能够在新的环境中发挥专长，但语言不通，让我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。雞同鴨講啊，要離開自己成長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，談何容易？跳出舒適圈也算是移民的代價哦。但其實那個所謂的舒適圈一點都不舒適，我只不過在其中掙扎求存而已。雖然也已經習慣了那種環境，但那種高壓力、快節奏、無腦工作的生活，我一點都不懷念。對啊，但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，對原居地的感覺和家庭的情況也不盡相同。這些因素間接影響了對於移民的選擇。還有很重要的是，移民的機會成本。每個人的代價都不同，有些幸運的人或許可以把工作帶到新居地，用現在很流行的遠距工作方式就可以繼續工作了。但也有很多人需要放棄原來的工作機會，甚至是整個職業生涯，要付出那麼大的代價才可以移民。
如果是你又怎么选择呢？所以有时候不是想不想移民，而是能不能够移民。对呀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做影片的目的，并不是要劝说大家移民，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更清晰的思考和判断。如果觉得我们说的还算有点道理，那就快点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吧。还有个建议就是，移民要趁早，订阅对你好。不妨看看这支影片，可能对你有所帮助哦。我们是在厄瓜多的频道，谢谢你看到最后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